人气是真旺呀！看到一条街都是人，海童感叹了一句。遇到节假日，人气更旺，简直是人挤人的。今晚还算好的了。蓝若若带着海童走着，每经过一个摊位，就问海童要不要吃。海童笑道：我也不知道什么好吃，你看着买点就行。一条街逛完下来，我们俩估计都要扶着墙走路了，哪用得着逛完一条街呀？逛上半条街都要扶着墙走路了。蓝若若说道：我还在读书的时候，经常跟着同学过来逛，凭着记忆，她找到好几家不是摆摊的老店，带着海童进去买了些小吃食，才吃了几家店，海童就说吃饱了。蓝若若笑道：童姐吃的太少了，咱们才吃了几家小吃店呢，我每次都只买最好吃的几样，量都不多的，也吃的不少了，再吃就要吃撑，影响睡眠。若若，咱们就坐在这里，闻着香味，看着大家吃也很欢乐。蓝若若笑：那行，咱们坐一坐再继续逛，可以不吃来稀，就逛逛，用你的话说，看着大家吃也是一件很欢乐的事情。等会儿我再给你们买点阳城特产给你带回去，明天你们一早的飞机，我就没有办法过去送你们去机场了。蓝若若说道：我明天一早要开早会，她在公司里属于高管，又是蓝家的大小姐，每次开会她都要参加。别买了，我已经买了很多特产，寄回去的我可带不了那么多。海童连忙阻止蓝若若再买特产，是真的够多了，所有亲朋戚友他都备了一份，足够了，不过是让大家尝尝各地的特色而已，又不是当饭吃的。再说了，他的亲戚朋友哪一个不是有钱人，他们什么都不缺，什么样的美食没有吃过，他是带娃出来旅游，才想着带点特产给大家尝尝。主要也是阳城离管城太远，与战家交好的几大豪门都鲜少会踏足阳城，要是他们经常去的那些大城市，海童就算出门旅游也不会给大家带特产。这样呀，那我就不买了，童姐回去后要是吃完了阳城的特产，还想吃的话可以跟我说，我给你邮寄。蓝若若并不知道坐在她对面的海童是管城第一豪门的大少奶奶，由于不清楚战维的家庭情况，蓝若若虽认为战维的原生家庭不会穷，却没有往豪门猜想的，战维都是来阳城打工的，她便以为海童家里也就是中产家庭，所以她说话也就跟着接地气，让海童吃完了特产还想吃的话，跟他说一声就行。她让秘书去买了给海童寄过去。海童笑道：好，那我以后就不跟你客气了，他想吃可以麻烦一下自家老妻。不过蓝若若这样说了，海童就没有拒绝蓝若若的好意。童姐，吃过又逛累了，蓝若若总算切入了约见海童的真正主题。怎么了？你想问童姐什么？你尽管问，童姐知道的都会告诉你，不会隐瞒的。海童很是善解人意，就知道蓝若若约他出来逛美食街，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于战维。战维家里的情况怎么样？蓝若若也不拐弯抹角，直白地问道。也不怕童姐笑话，我和战维的关系可能会由死对头转变成为情侣。他说他挺喜欢我的，给他安排相亲，他都看不上，然后跟我说了一大堆似是表白的话。我也不矫情，认识他5、6年，对他这个人也是相当的了解，他若对我有意，我也乐意的。蓝若若等于是告诉海童，他其实也喜欢战维。海童的火眼金清早就看出来了，在初见蓝若若时，他就猜测两个人早就相互喜欢对方，只是还不知道而已。近来发生了这么多事，两个人就看清了自己的感情。聪明人和聪明人打交道就是轻松省事，但我并不清楚战维的家庭情况，他也从来没有说过他的家里人。不过我想他的原生家庭应该不错的，他的谈吐举止很有涵养，没有好家风，培养不出这样的战维。蓝若若不好意思告诉海童，
他的父母已经去了管城旅游，旅游只是一个旗号，他们真正的目的就是去了解一下战维的原生家庭。管城那么大，比阳城大很多，战维家住哪里都不清楚。父母想打听战维的家庭情况，怕是没那么容易，估计要花不少的时间。蓝若若觉得还不如直接问海童，战维的堂大嫂，童姐，我希望你能如实告诉我，不要因为你是战维的大嫂，就欺骗我有所隐瞒，这关系到我和战维的未来。如果童姐隐瞒了，骗了我，我和战维若成了，总有穿帮之时，反而会让我和战维争吵。海童收起了笑意，他沉默了一下后说道，若若，我如实说的话，不知道战维会不会怪我多嘴，你等等，我问一下他的意思。他若是不想我多嘴，我只能说抱歉了，毕竟这是他和你的事，我觉得有些事还是该由他来告诉你。战维是很敬重我这个堂大嫂，但我毕竟只是他的堂大嫂。蓝若若与海童对视了片刻后说道，那算了吧，你现在问战维，那家伙说不定会嘚瑟，尾巴都翘上天。海童笑，也是，行，那我不问他，你想知道最好就当面问他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点，我夫家的家风极好，其实他们家没有真正分家的，就是我公公兄弟几个没有真正分家，大家来往的密切，兄友弟恭，兄弟叔侄之间关系极好，从来没有闹过矛盾。战为亲兄弟3人，但加上堂兄弟的话，他排在第7，所以我一般是叫他老七的。他上面的6个哥哥都结了婚，也都当了爸，他们这一辈兄弟共9人，我说的是包括堂兄弟在内，在他下面还有2个堂弟未婚。如今家里的长辈们挺着急他们3个单身狗的婚姻大事。海童将战维的基本信息告诉了蓝若若，我只是战维的堂嫂，他对我都很是敬重，对我的2个孩子也疼得很，他对其他堂嫂、亲嫂子也都是很敬重的，从中就可以看出我们家的家风是真心不错。若若，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，你若是嫁给战维，一辈子都会很幸福。他家的男人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专情宠妻，他们小时候都是爷爷奶奶培养，爷爷奶奶将他们培养得很好，文武双全，对待爱情及婚姻都认真而专情，从来不会玩弄女性的感情。蓝若若笑，我知道他对待感情是个认真的，认识他这么多年，爱慕他的，追求他的女人不少，他不接受他们任何人的感情，就不会给他们半点机会，也不传绯闻，是个洁身自爱的男人。虽说我与他在生意上斗鸡眼似的，撇开生意不说，我都承认他真的是一个好男人。海童说道，只要你们和他们相处过，都能发现他们是很好的男人，爱慕他们的女孩子是真的很多。在我们管城，其实很多女孩子想嫁给他们的，只是他们跟他们擦不出火花来，感情又无法勉强，他们觉得不是他们的菜，我们也不好说什么，由着他们自由恋爱吧。反正我是很相信他们的眼光的，只要是他们喜欢的女孩子，我相信都是好女孩。蓝若若笑容灿烂，童姐，我总觉得你这句话在夸赞我，是在夸你有眼光。童姐也有眼光呀，当初不也挑中了战维的大堂哥？我呀，实不相瞒，我和战维的大堂哥当初是闪婚的，结婚之前见过面，但交集极少极少，可以说连话都没有说上2句，彼此没有感情，陌生得很。因为他们的奶奶在路上摔倒了，我扶了她，还送她去医院，奶奶就把我当成她的救命恩人。老人家要报恩，知道我还没有男朋友，又因一点私事需要搬家，当时我没有钱买房子，几年前管城的房价还处于高峰期，奶奶知道后就撮合她的长孙和我结婚，给我一个家，让我有个归宿，有房子住，不用出去租房，也能让我姐姐放心。所以领证的时候，
我夫妻俩彼此之间如同陌生人，我不了解他，他也不了解我。蓝若若很是意外，原来如此，你们俩居然是闪婚，还是在没有感情基础的情况下闪婚的呀？那你现在生活得很幸福，想必经历了不少吧？是经历过不少，我和孩子爸之间也闹过不少的矛盾，甚至到闹离婚的地步。他还曾发疯的软禁我，都过去了，我们还是和解，携手走过来了，才有如今的幸福。虽说我和孩子爸初时没有感情，闹过太多的矛盾，不得不说他对我是真的很好，帮我太多，若不是他的帮忙，我姐姐的命运也不会被更改，更不会有如今这样的幸福。海彤姐妹俩都很清楚，是因为战印的帮忙，姐姐当初离婚才能顺利，周家才会被打压下去，姐姐能争取到洋洋的抚养权，也能重新找回自信心，更是因为战印，姐姐才能和陆东明发展成为夫妻。说是因为他和战印的闪婚，改变姐姐的命运，一点都不为过。现在回头想想，我是真的庆幸自己和孩子爸和解，没有错过他，没有放弃自己的幸福。是人都会有犯错的时候，有时候放过别人也是放过自己。蓝若若听得津津有味的说道：彤姐，你的婚姻都可以写成一部小说了，写出来应该很精彩。海彤笑：我又不会写自传，会写自传的话倒是可以写出来，出版成书，说不定销量还不错呢。在管城，他和战印的爱情故事，到了现在依旧很多人喜欢翻出来说。以前还很多女孩子以他为目标，做着飞上枝头变凤凰的美梦。后来他姐妹俩认回了大姨，又知道他们的妈妈原来是江城老豪门凤家的千金，做美梦的人就少了很多。他们都说战家大少奶奶原来也是豪门千金的后代，人家姐姐如今已经是凤家的家主了，与战家已经属于门当户对。如果没有几十年前的豪门纷争，人家海彤也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凤凰。所以普通人还是不要做着飞上枝头变凤凰的美梦了，现实是很残酷的。若若你喜欢战维的话，就抓住他，不要让自己后悔。虽说你们之间有生意竞争，但那个也是可以避免甚至化解的。同行也不一定就是敌人，也可以相互合作，因为你们都是同行。他的单子多了，可以给你们做一做，你们忙不过来了，也能寻求他们帮忙，或者转型做其他生意。总之，生意上的矛盾是可以解决的，不要太过于死板，觉得你们之间不可能。只要真心相爱，真心想在一起，那点困难根本算不得什么。我们家老七啊，绝对是个好男人，你嫁他不会亏，只会被爱，被幸福包围，活成别人羡慕嫉妒的对象。并不是我和他是一家人就偏向他，说的都是真心话。蓝若若笑笑：彤姐，谢谢你跟我说了那么多，我知道该怎么做的了。我心里的那座大山，忽然间就觉得很矮，我随时都能翻越过去。是呀，他们在生意上也能合作的，不一定要针对到底的。彤姐，我们再逛逛吧。蓝若若得到了想要的答案，便带着海彤继续逛街，一直到深夜11点多，两个人才分开。海彤回到战维的家里时，都快子时了，两个孩子早就睡着，战维还在等着大嫂回来。他想知道大嫂和蓝若若聊了什么。听到汽车声响，战维立即从屋里出来。大嫂，你回来了。战维殷勤地走过去，帮海彤拉开了车门。海彤下车，孩子们都睡着了吧？早就睡了。贝贝哭了一下，说想妈妈，我跟大哥视频，让他和大哥说说话，他才没有哭。后来我抱着他，他很快就睡着。大嫂，若若约你出去，跟你说什么了？你有没有帮我说好话？